为何包括美俄在内的国家制造战斗机要使用中国的 3D 打印机？歼35战机减重30%，中国的激光 3D 打印技术究竟有多强？中国技术又是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的？2018年4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2级准尉丹尼尔·罗德里格兹向媒体展示了他刚刚用 3D 打印机打印的一个 F-35战斗机零部件。根据介绍，这个零部件用于 F-35B 的起落架舱门结构。尽管是采用 3D 打印的，但其作用与生产线上造出来的别无二致。为了证明 3D 打印机的实用性，罗德里戈兹还亲自操作机器打印了一架迷你 F-35战斗机。而眼尖者认出，美军准尉展示的这台 3D 打印机是由中国浙江一个企业生产的，其售价大概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不到1000美元。美军却用其来为上亿美元的战斗机生产零件，并且美国媒体表示，不只是大型空军基地，美国海军舰艇的维修车间里也都配备了 3D 打印设备，用于舰载机、舰艇设备的维护。2019年12月，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举办航空交流会中，夏诺夫哥罗德工厂米格31战斗机升级项目设计师阿列克谢在接受采访时特意感谢了中国的网络购物网站，原因是当时夏诺夫哥罗德工厂内有一批米格31需要升级维护，但大量的积压导致工作进度迟缓。在阿列克谢焦头烂额之际，他突然想到或许可以试试 3D 打印。于是阿列克谢从中国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了一台价值 1.6万卢布，相当于1800元人民币的 3D 打印机。而用上 3D 打印机后，原本300多个小时的工作缩短了不到30个小时就能完成，并且一些设备的打印成本要远低于直接购买。阿列克谢建议有必要为 3D 打印机建立一座专门的实验室，从美国空军准尉到俄罗斯米格战机设计师都曾为中国制造的 3D 打印机打过广告，可见中国的 3D 打印技术是要超乎很多人的预料。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技术，在 3D 打印技术逐渐普及的今天，很多领域都用上了这项技术，因此大家对 3D 打印技术并不陌生。不过 3D 打印技术在实际应用之广依旧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其实 3D 打印不仅是有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一些技术优化上同样得到了重视。就拿航空领域来说，2015年美国西北大学发布研究报告称，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飞机金属部件可以使飞机有 7% 的减重效果，而飞机能减轻配重就意味着能节省最多的燃料，增大飞机航程。不过在相关实践课上，中国是要更早于美国的。早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就表示，中国在战斗机的建造上已经广泛使用了 3D 打印技术制造钛合金主成立部分，包括整个前起落架。而中国战斗机设计师很早就意识到，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飞机零部件，在成本、速度和精确度上都要远胜于传统制造技术，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的一次技术革命。而 3D 打印技术最亮眼的体现还是在中国新一代舰载机歼35上。不久前，歼35战斗机首飞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作为 F-35C 之后全球第2款隐身舰载机，歼35身上有许多可以谈的，不过其中最亮眼的还是其建造工艺。根据介绍，歼35在其原型机 FC31战机研制过程中，采用大型整体化设计制造技术，实现了融合区减重30%，零件数量减少50%，疲劳薄弱部位减少50%，动力学等效刚度提高30%，主油增加数百千克，成本降低50%的显著收益。而这个具有开创性的大型整体化设计制造技术，便是一体化 3D 打印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就是对飞机结构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优化设计，尽量减少其子部零件，使其成为一体。这么设计的好处就是让铆接螺栓、铆接加厚处以及一些为避免发生变形的加厚部件都可以直接被省略了。而要实现这个结构，用传统工艺可能需要几百道工序，但采用一体化 3D 打印技术一次就能完成。而目前能实现这个技术的只有中国，连美国都做不到，全球独此一家。据获悉，目前市场上由发达国家研发的激光 3D 打印机，能够打印的零件最大尺寸一般不超过1000×800毫米，
这种 3D 打印机制作小型零件还行，但对于战斗机钛合金机身框架来说，其投影面积一般都超过了5平方米，这些打印机无法完成其制造工艺。中国在钛合金 3D 打印机技术革新后，突破重重难关，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掌握激光成型钛合金大型主成立构件制造技术，并且可以装机应用的国家。中国的激光 3D 打印机最大能制造15平方米零部件。对于战斗机的机身自然也不在话下，除了战斗机之外，目前包括翼龙系列与彩虹系列、运20运输机以及 C919 民航客机都采用了一体化 3D 打印技术。可以说，中国在 3D 打印领域已经是独一档的地位，并且像一体化 3D 打印技术这样的关键技术是严禁出口的，西方就算求购都买不到。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 3D 打印技术为何这么强？与很多技术一样，中国的 3D 打印技术同样是经历了一段从空白到落后再到逆袭的故事。1984年，美国人扎克·赫尔将光学技术应用于快速原型制造，从而拉开了 3D 打印的帷幕。80年代起，西方的 3D 打印技术迅速崛起，而同一时期，中国开展863计划。中国人意识到 3D 打印技术会带来革新，但由于中国在该技术上完全空白，只得跟着西方的步子来。1984年至1989年的5年时间里，美国的 3D 打印技术巨头纷纷崛起，同时以徐小曙、严永年、卢秉衡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通过留学或者出国访问的方式，首次接触到国外的 3D 打印技术。这批中国学者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开始潜心钻研 3D 打印技术，而他们也成为中国 3D 打印技术的奠基人。进入21世纪后，国产 3D 打印机制造企业纷纷成立，中国开始填补在该领域的空白。但是由于技术没有优势，中国国产 3D 打印机往往只能走低端廉价路线来保住市场。2010年后，中国的汽车、航天等产业迅速扩张，这些产业对 3D 打印有着很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促进了资本的投入，加上国家扶持，中国 3D 打印产业进入黄金时期，同时在技术上也开始进行革新。中国在1999年开始的金属零件激光打印技术，在这时期迅速突破，并在国际上获得技术优势。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却认为，大型零件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不仅耗时长，通常需要连续打印几天时间，而且打印过程中如果产生气泡、夹杂等缺陷，即使非常微小，也会使得零件的性能急剧下降。因此，美国人并不看好激光 3D 打印机在航空领域的应用研发，只有中国在从事相关研究，最终使得中国垄断了技术。2018年，中国企业打破一些特殊的 3D 打印材料上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的现状，实现全国产化生产，彻底打破了卡脖子的境地。在短短数年内，中国的 3D 打印产业翻倍扩张，实现对西方国家的逆袭。到今天，中国的 3D 打印设备与技术已经让全世界都离不开。